Hello, Mr. Cook. Where's my invite? Jon Prosser 这一次应该是他第一次把日期爆料错误。那先前去年那一次他的爆料日期有一点误差，可是那个误差基本上就只是差在于什么时候会寄出这个邀请函，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来讲，他上一次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误差。可是这次看起来应该是很难讲。那他在先前有说过，他如果发表会的日期有错误的话，他就要把自己的眉毛剃掉。Tuesday, March 23rd. I'm 100% sure about that date. I am so sure that if you don't get an event on March 23rd, I will shave off my eyebrows. I'll do it. I will do it right here for you on this show. You think I'm playing Tim Cook? You think I'm playing Timmy? 所以他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要剃他的眉毛，你们就应该是要等到确定整个3月都过去之后没有东西发表，他才要剃他的眉毛，还是说如果我们在3月23号那天也没有收到邀请函的话，他就应该剃他的眉毛？因为我们知道先前我们讲的是3月16号那一天，我们需要注意会不会有邀请函出来，那有的话就会在3月23有产品发表会，那没有的话我们可能就在3月23那一天会看到一个邀请函，然后可能3月30号有发表会。可是听他的讲法是说，整个发表会都要延到4月才会发生，那这也可能是苹果应该算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4月的产品发表会。那像去年 iPhone SE2 的话，基本上就是直接发表，它并没有一个特别的发表会，就是直接上架。那今年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那这样是不是代表说我们有机会看到更多的产品在这次的发表会里面？那关于上次讲到发表会可能会发表的几样产品，那我今天有几个东西要来更新，因为有收到不一样的消息。OK， 那第一个我们就来讲到就是 AirPods 3的消息。那先前我这边得到的消息，还有厂商那边给我的打样是下面会有多3个孔。那我们是在猜测说这3个孔会是什么，可能会有什么功能。那在上个礼拜有一些 AirPods 3的一些实机照出来，那看起来真实度是蛮高。那在那些照片里面，它也没有照到底部，所以我们不太确定下面是不是还有那3个孔。可是我这边的消息来源有给我一个最新的更新齁，他们说现在出来量产的版本底部3个孔是已经移除了，他们没有看到3个孔在下面。下面3个孔最后移除的原因是什么？这边我们也还不太知道。可是我们在想到另外一个新闻，就是郭明錤分析师有讲出来的，他说 AirPods 3某些关系它会向后延期，它并不会在第1、第2季上市。但可是先前在微博上面的一个爆料神人，他准确度到目前为止应该是第1高的，就叫做康总。那他的说法是说 AirPods 3基本上已经量产完，准备好，随时准备可以发货。那这2个消息来源的误差值基本上就还蛮大的。那我听到消息是说，在最终的样机基本上就有2、3个不同的版本。如果说他们所提到说量产之间的问题，像龚明錤分析师讲的这些问题是可以提早解决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早看到 AirPods 3。所以呢，这个发表会整个延期跟 AirPods 3有没有关系呢？那我这边消息来源有一些不同的讲法，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到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来讲 AirTag。AirTag 是我一个觉得应该是在发表会里面最确切会有出来的产品，因为基本上它在 iOS 14的一个公开 beta 里面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迹。那现在我们点进去这个 AirTag 的画面，你可以看到，如果你选物品的时候，那你把它向上滑，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有加入物品、辨识到的物品。那这边还有一个 link 的部分可以连接到说更多内容的地方。那当你点进去之后呢，它这边会讲找不到你要寻找的页面，但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这个商品基本上应该是准备好了。OK， 那你这边选加入物品，它这边还是说请依照制造商提供的指示来让物品可被侦测。那这个我在上支影片有讲过，以它这个图示看起来就是说可能会有配合其他不同的厂牌，然后包含 AirTag 的功能在里面，让消费者可以买这些物品来之后，再透过寻找这个 App 来进行配对，然后辨识这个物品。那你在下面辨识找到的物品，这个就很有趣。他说你可以透过连线来进一步了解遗失的物品，或查看拥有者是否已留下讯息。OK， 那这代表就是说，不管是在你的 AirTag 或是在你这个里面可能有包含 AirTag 的物品包包里面，那你可能可以输入一些资讯，那或者是在你物品确定遗失的时候，你可以去发送一些资讯在你的 AirTag 里面。所以今天如果别人找到你的物品的时候，他就可以用这个 App过来辨识这个商品或是 AirTag， 说看能不能找到你所留下的讯息。那所以这时候你可能留下你个人电话啊、你的资料啊，让找到你物品的人可以去联络你。OK， 那所以这几个迹象看起来，我觉得 AirTag 是一个我觉得在发表会或是在4月产品发表的时候，可能性最高会看到的一个产品。那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使用 AirTag。那上次有人提到一个很好的 idea， 就是放在雨伞上面。那也有可能是雨伞商可能会跟 AirTag 结合，出了一个内含 AirTag 的雨伞。那大家就想说，那这个雨伞就比 AirTag 便宜很多。然后这样会不会造成很多人反而为了使用这个 AirTag 去偷这个雨伞？我觉得是不会啦，因为其实我们买 AirTag 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就会跟我们所使用
用的账号绑在一起嘛。如果别人要为了 AirTag 去偷你的物品的话，那反而只是让你更容易去抓到底是谁偷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雨伞或其他物品，我觉得这个都会大大增加你找到这个东西的可能性。那甚至有人说女朋友可不可以内含 AirTag？这个我要怎么讲？好，那下一个很有趣的消息就是 iMac。那也有很多消息新闻来源说 iMac 基本上已经准备好，就是说它整个生产都已经完成，随时准备可以出货。哇，这个是非常期待。那我们先前所知道的，这一次 iMac 可能里面搭配的会是 M1X 的晶片，那这个只是一个暂定的名称啊。基本上它就是说，它还是跟 M1 是同个系列的，可是它在核心的部分跟它在 GPU 核心的部分都会在增加，然后效能就会在向上提升。那这个产品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商品。虽然我这次对 M1 的 MacBook Air 是非常满意，可是我还是当然嘛，期望有更快更好的处理器，让我可以在剪片输出的过程缩短更多的时间，我可以产出更多的内容。那另一点当然就是这一次的 iMac， 我们知道会是一个重新设计的 iMac， 那据说会有几个不一样的颜色啊。可是这一点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我不是不相信，我只是觉得好像没有太多这个必要。你一个那么大型的机器要产出那么多颜色，那这边要思考到囤货的问题。那他们说这个颜色基本上就会跟现在的 iPad Air 那几款颜色一模一样。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选择应该还是白色或是黑色这两个基本款。那它整个设计的造型会很像现在的 Pro Display XDR， 那可能会少了那个萤幕可以上下调整的功能。那我个人是还蛮喜欢那个功能的，所以如果可以保留的话，我会觉得会好一点。那另外一点，我们也知道苹果的萤幕一直水准都是非常高，所以对我也买 iMac 的感觉一直都是好像买了一台颜色水准非常好的萤幕，它送一台电脑在里面。那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 iMac Pro 基本上也是停产了。那现在如果你想要买 iMac Pro 的话，就是你可以买它剩余的库存。那在它库存全部销完之后，这个产品就没有了。那以苹果对它其实也没有放太多的心思在上面，我觉得这个产品要停产也是迟早的问题。OK， 那关于发表会延期的原因，其实不管是 AirPods 3或者是 Apple TV 或者是任何产品，他们可能在软体或硬体部分没有完全准备好，他们都可能延后这个发表会。那我觉得其实在上礼拜有一个新闻出来，或许你们大家有看到，就是苹果现在其实在大动作的抓内部消息走漏者。那这边指的就是说他在内部的员工有走漏消息的情况，那他们现在对这个审查是非常非常的严格。那有一个还蛮重要的设计师就已经被抓到，他走漏非常多消息给美国的一个新闻工作者。我看起来应该并不是 John Prosser 或是谁，看起来比较像是专栏作家。那我这边因为他也没有直接指出来是谁，我就也不去猜测大概是谁。可是这样讲讲，跟他拼凑出来，跟他走漏的消息，我慢慢拼接起来，我们可能大概知道是哪一家公司的记者。那在这个文件里面有非常清楚的记载出来，他这个爆料者跟媒体工作者他们之间的沟通讲了什么，然后他走漏了什么消息出去。那如果你们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我们可能再另外做一集再来讲，它里面细节还蛮多的，而且还蛮可怕的。那苹果这样抓当然也是非常的合理嘛，因为任何公司都不希望自己有一些机密商品的消息走漏出来，更尤其就是从你内部请来的人直接走漏出去。其实这个对公司的伤害是非常大，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现在苹果有一些商品或是一些他们的功能，在一些硬体上面的功能要出来之前，怎么好像我们在其他厂商都先看到。那这个部分当然并不是说大家没有可能比苹果先想到这些东西，只是有些小细节甚至设计上的语言感觉起来都是其他公司在苹果发表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些设计图跟细节。那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苹果是比较伤的。那如果只是一般的消息爆料让给消费者看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某一层面上还好。可是如果是把很未来的产品，像是苹果眼镜这一类的商品细节都爆料出去的话，这种时候苹果需要担心的就是它里面什么黑科技或是一些很特别的设计就直接爆料给它的竞争厂商，那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地方。所以从这一次的文件看起来，我觉得苹果比较针对的也是这个部分。所以呢，在这个氛围下，我觉得现在内部消息走漏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少。那我自己听到的消息是说，目前真的是抓得非常严，他们有一点相互提报的这种奖励机制，所以大家都还非常的小心。个人的看法是，我就不会再去触碰这些从内部出来的消息。那第一，本来在验证上就比较困难；那第二，我也觉得可能也会替这些人带来一些风险。我将来可能在做这些报道的时候，我方式可能会慢慢改变。那可能消息就尽量从比较公开的地方去找到它，我觉得这样对大家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好，那今天的快报大致上就先到这边。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讨论的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对，关于那个3月的发表会，3月23号，
哦，对你不能讲，我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些观众，他们说他们发薪的时候是在4月5号，对，因为在我们这边是5号统一发薪，如果是3月23号，他们还存不到钱去买你们的东西，对，所以看你能不能向后延一点啦，这样大家比较有钱去买。那谢谢 Tim， 我们保持联络咯，拜拜。对，这个就是发表会延后的原因。那像这次 AirPods Pro 底部的孔，不是 AirPods 3底部的3个。AirPods 3底部的3个孔，那这次看起来，所以你们觉得 John Prosser 应该剃眉毛吗？还是他应该剃？还是他应不应该剃？不太，这样讲好像很怪。然后 AirTag 我觉得是现在这个商品应该是更加明朗，因为我们在 iOS 14.5 Beta 5iOS 14.5 Beta 4的版本里，因为听说苹果现在大规模开始抓漏，不是，因为听说苹果现在大规模的开始抓走漏，因为苹果现在开始大动作开始抓，不对，苹果现在大动作开始抓漏，苹果现在大动作开始抓消息走漏，苹果大动作开始抓内部消息